没错，我们手上的就是 Sony 昨天发表的 Xperia Mark IV。这期节目很精彩，帮你也尽可能带来更多的实测供大家参考啦。希望大家看得开心，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一样先来看外观。这一代的 Xperia Mark IV 依旧是继承了从 Xperia Mark II 开始的家族式设计 ID， 不过在外观设计上其实还是迎来了几个改变。首先是雾面玻璃被保留了下来，但是 Xperia Mark IV 在中框上从 Xperia Mark III 相对圆润的直角收边改成了更加平整的阶梯式收边。虽然说前后两代在手感上十分相近，不过阶梯式的设计也让 Xperia Mark IV 整体的各手感会更明显一点，建议还是套个壳。第二个比较大的改变，就是在 One Mark III 上出现的那颗实体语音助理按钮被拿掉了。虽然说叫出 Google 助理时，实体按钮会比较实用，但也相对的，误触几率也会上升。加上 One Mark III 上那颗按钮是不能客制化或是关闭的，对于部分使用者来说，应该是可喜可贺。但是喜欢实体语音键的朋友也不用担心 ，One Mark IV 跟目前大部分的 Android 装置一样，长按电源键就可以启动 Google 语音助理。关机则是改成了电源键加音量上键。而在盒装上 ，One Mark IV 也跟进了环保盒装的配置，除了材料全部变成纸之外，盒装内就只有一只 One Mark IV。像充电器、充电线都是需要额外准备的，在意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哦。不过如果你是上一代 Xperia Mark III 的用户，配件是可以沿用的，充电一样是30瓦的设计。好，因为时间有限，帮你就直接快速带重点。首先，大家关心的 Sony 3大配置还在不在呢？在，都在。包括2020极其先进的 3.5mm 耳机接孔，可以扩充的 microSD 卡槽，以及不用卡针就可以写出 SIM 卡的黑科技卡槽都有。顺带一提，卡槽移到了机身底部，而机身左侧就只剩下天线，没有其他配置。第二题，外观看起来改变不大 ，One Mark III 和 One Mark IV 的周边可以共用吗 ？No， 不行。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其实还是有许多改变。镜头模组其实往左边移动了一点。右侧上半部的按键都往下移了一点，实体快门键也往上移了一点，全部都进到了手持时更容易使用的位置。正面部分则是从过往的为 2.5D 变成了全平面 ，Sony 称为经典超平面设计，同样采用 Corning Victus。而改成全平面的最大重点，除了在落地时中框可以更好的防御，避免破碎。第二个就是大家的满版保护贴会更好找，不用再去烦恼究竟是要UV 全胶 2.5D 满版还是内缩非满版。全平面的好处就是保护贴不用选，价格还可能便宜一点。第三题，重量上呢？在手感上，帮你实测 One Mark IV 同样维持186克左右的重量，除了跟上一代相近，以2022玻璃旗舰的标准来看，还是非常轻薄的。顺带一提 ，One Mark IV 这一代的电池也提升到了5000毫安时，你很难想象 Sony 在提升500毫安时的同时，还维持了相近的重量。这几代的 Sony 都有一个 DNA， 就是电池不断的变大，但机身尺寸永远维持在相近的位置，就像是怎么吃也不会变胖，这也算是黑科技之一吧。最后 ，Sony 旗舰必备的 IP65、IP68 防尘防水、LED 指示灯，以及侧边实体指纹辨识结合电源键的设计全都有。这种在旗舰上全给，不用想小细节的旗舰就是舒服。顺带一提，这次 One Mark IV 的桌面同样有重新设计。在解锁后，进入桌面的动画连贯性也很不错。接下来，我们先来看邦尼认为 Xperia Mark IV 上大家很关心的重点，也就是萤幕。上一代 One Mark III 搭载了一块 4K 120Hz HDR OLED 的萤幕，就是 4K 120Hz 不用选，全都要的概念。显色和细节的表现都很不错。总之，去年的 One Mark III 就是什么都好，但唯一的缺憾就是亮度。这一代的 Xperia Mark IV 同样采用了一块 4K 120Hz HDR OLED 的萤幕。重点是，在邦尼的实测下 ，Sony 这一次在亮度上有着巨大的提升。首先是在强光全白亮度下，邦尼实测 One Mark IV 最大可以达到940尼特左右的表现。同样的条件下，在 One Mark III 上可是只有550尼特左右。而在 HDR 峰值亮度下 ，One Mark IV 更是可以达到1200尼特左右的表现。上一代的 One Mark III 则是只有800尼特。大家别忘了，这是一块 4K 的 OLED， 在高亮度上本来就更难达成。这次 One Mark IV 的表现，除了已经跟市场上主流的真旗舰相近，更是超越了许多 Full HD、2K 的次旗舰。
达到破千尼特的峰值亮度，也能更好的释放 HDR 场景下高光的表现。更不用说940尼特左右的全萤幕亮度，同样也可以更好的应付太阳下的环境。Sony 这一次算是很用力的推了亮度一把。而在显示表现上，依旧通透，色彩也很饱满自然，4K 也是依旧细腻，毕竟像素密度来到了非常惊人的643 ppi。相信体验过 Xperia Mark III 的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One Mark IV 上整体的调教也跟过去的 Sony 相近。简单来说，这一代的 One Mark IV 就是补足了上一代在萤幕上最大的缺憾。如果硬要说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补足的话，大概就是少了 LTPO， 或许还可以让续航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One Mark IV 毕竟搭载的是一块120Hz 的萤幕，与60Hz在体验上还是有蛮大的差异。透过帮你的画面就可以看到，120Hz 在滑动时相较起60Hz 有着非常明显的流畅。而在显示模式上 ，Xperia Mark IV 同样提供了源自 Sony 自家专业显示器 Master Monitor 的导演模式，以及来自自家 Bravia 电视的标准模式两种选择。在白平衡上提供了10段的档位调整，包括 D50、D55、D61、D65 以及 D93 都已经预设好。如果是在片场或是专业场景下，可以直接调整对应的白平衡，会很实用。接着看到音效部分，作为 Sony 的亲儿子，包括360 Reality Audio、HiRes 认证、DC Ultimate 的音效还原技术以及 LDAC 编码都有。大概就是大部分你能在耳机上找到的小标章 ，One Mark IV 上也都支援。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大家还记得 Sony 先前有推出一个叫做 Special Sound 的音效技术吗？简单来说，就是透过音效模拟，将过去立体声的讯源转换成360 Reality。而在今年 ，Special Sound 则是变成了360 Reality Audio Optimize， 并且提供 Auto、Music、Cinema 3种场景可以选择。当然咯，先前就支援了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在 One Mark IV 上还是支援的。而在外放上 ，Xperia One Mark IV 同样采用2022稀有的左右两组前置双喇叭。以下帮你提供一组实测供大家参考。接着看到大家期待的相机，这次 Sony 再度在 One Mark IV 上的长焦带来了黑科技。没错，大家还记得 Sony 在 One Mark III 上搭载了一颗可以在2个焦段切换的光学变焦潜望式镜头吗？简单来说，就是透过一颗镜头就可以在 2.9 倍的 70mm 以及 4.4 倍的 105mm 之间进行切换。而这一次 ，Sony 直接端出了真连续光学变焦镜头，可以一路从 85mm 连续光学变焦至 125mm。大家也可以直接在相机界面上看到，从 3.5 倍到 5.2 倍是被框起来的，只要在上面轻轻滑动，就可以进行真正的光学变焦。这应该也是正式宣告，手机上连续光学变焦的时代可能真的来了。我们先看回镜组配置，第一颗同样是 f2.2 1200万画素 16mm 的超广角镜头，接着一样是 f1.7 24mm 1200万画素主镜头，一样是 1.7 寸的感光元件，并且支援 OIS 光学防手震。最后就是这一次的亮点 ，f2.3 到 f2.8 85到125mm 的1200万光学变焦镜头，采用的是3.5寸的感光元件，同样支援 OIS 光学防手震。最后 ，Sony 这几代都有的 3D iToF 模组，在 One Mark IV 上也保留了下来。帮你也透过红外线摄影机实测，可以看到 One Mark IV 上的 3D iToF 在表现上与 One Mark III 相近，实际的对焦速度上也还算不错。除此之外，大家应该也有发现，这一次 One Mark IV 整体的镜组配置，除了长焦，整体在规格上都与 One Mark III 是比较相近的。不过事实上 ，Sony 这一次还是带来一些小改变。第一个重点，在 One Mark IV 上的3颗镜头，全部都支援了最高 4K 120fps 的录影。没错，透过这一次新加入的 Video Pro 功能，没错 ，Video Pro 也正式在 One Mark IV 上登场了。透过 Video Pro 不只可以支援目前只有少数旗舰可以达到的全镜头 4K 60fps， 这次 Sony 直接来到了全镜头 4K 120fps 高帧率录影，应该也是目前市场上首款支援全镜头 4K 120fps 的手机。此外，除了可以直接录制 4K 120fps 的规格外，同样支援 4K 120fps 的慢动作影片。如果你想要拍摄一些比较具有电影感的慢动作画面，只要在 Video Pro 中开启慢动作选项，并且选择对应的帧数。例如120fps 放慢成23.98，就会是5倍放慢；30当然就是4倍
60就会是2倍放慢，以此类推。所以要注意咯，如果你是想直接录制 4K120fps 的影像，就要在 FPS 的部分选择119.88。简单来说，相较起 4K30、4K60， 整体的画面表现会来得更加流畅。而 4K120fps 的慢动作，就是将 4K120格的影像放慢。亮点就是相较起各家慢动作，只能录制 Full HD。4K120fps 的慢动作，如果想要用在影像创作中，画质就会来得可用许多。而如果要录制的是 4K120fps 的慢动作，就需要在设定中将慢动作打开，接着选择对应的 FPS， 也就能调整放慢的倍数了。顺带一提 ，Sony 这一次除了让所有镜头都支援 4K120fps 录影外，这一次在 Video Pro 当中也加入一个宽动态范围的调整选项。原理就是透过多张合成的方式，提升影片每一帧的动态范围。以下帮你提供一组样片供大家参考。可以看到，宽动态范围在面对这种大反差的场景，差异还是蛮明显的。在开启宽动态范围后，出口原本过曝的亮部成功还原，暗部的细节表现也来得更好。而接下来这一组，大家则是可以注意天空的部分，整体画面的对比也自然许多。最后，因为 Sony 在 Video Pro 当中提供的选项真的超级多，可玩性也是非常高的。但也相对的，在每一个模式下能够启动的组合也会有所不同。帮你一下就统整几个大家比较常用的模式。首先，如果你想要开启防守阵稳定选项，系统最高支援 4K29.97fps， 并且只支援标准动态范围。第二，如果你想要开启宽动态范围功能，因为系统有多张合成，同样支援最高 4K29.97fps， 并且无法开启稳定选项。第三，如果你想要录制 4K60fps 或是 4K120fps 的话，就无法开启稳定以及宽动态范围选项。第四，所有镜头都支援 4K120fps 的录影以及 4K120fps 的慢动作，这一次是给好给满的。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 ，Sony 这一次在3颗镜头上都搭载了高速影像读取技术。简单来说，就是这一次的3颗镜头都可以达到每秒20张的连拍。没错，过去只有在主镜头支援的20fps 连拍功能。这次在长焦以及超广角都可以使用。第三，这次 Sony 加入了 HDR 连拍模式。大家应该还记得，在 One Mark III 的时候，帮你就有提到过，因为受限于运算资源 ，One Mark III 并无法同时达成高速连拍加上 HDR， 在部分场景中会有高光过曝的问题。而这一次在 One Mark IV 上 ，Sony 做到了。大家可以在过片模式中找到一个 HDR 连拍的选项。在这个模式下，系统会透过每秒60张的画面截取，达成每张相片都有3张照片的 HDR 合成。也就是说，在这个模式下，每张连拍相片都是透过3张相片进行 HDR 合成的。在高速连拍的同时，也可以一定程度的提升每张照片的动态范围。从样张上可以看到，开启 HDR 后的亮部还原还是比较明显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模式下，最多就是连拍66张左右的相片。其实概念也很简单。原本的 One Mark IV 可以达成最多200张的连拍，而现在因为是每3张合成1张 HDR， 所以大约就是66到67张左右。而在运算资源被占满之后，下方也会出现进度条，提示目前处理的状况。当空间空出来之后，你也可以继续拍摄。顺带一提，如果在相片运算储存的同时退出相机，系统是会继续在背景储存的。不过，如果相机还在储存，千万不要将背景的相机 App 上滑关闭，系统是无法将剩下的照片处理完毕的，也就会造成档案丢失。值得一提的是，这次 One Mark IV 同样在开启相机、镜头切换模式的切换速度上表现得非常不错。在 One Mark IV 上 ，Sony 还是选择保留先选镜头再变焦的使用逻辑。不过 Sony 在 Video Pro 以及 Photo Pro 的录影模式当中，则是提供了无缝变焦的选项。也就是你可以透过右边的变焦滑杆，一路从16mm 变焦到375mm。而在这当中，系统也会自动在超广角、主镜头以及光学变焦的长焦镜头中切换。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在 One Mark IV 的连续变焦下，可以看到在每个镜头切换的跳动以及白平衡的切换状况是比较明显的，在切换镜头时会有比较明显的感知。邦尼认为，后续 Sony 或许可以考虑利用一下891上面不错的 ISP。毕竟从888开始，高通的 ISP 在应付多镜头切换时已经相对游刃有余了，可以尝试让所有镜头在背景同时启动，达成更顺畅并且更一致的画面切换。接着，邦尼就不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样张环节。不过要先提醒一下大家，
由于邦尼手上的 One Mark IV 还是比较前期的工程版本，后续 Sony 应该还会再带来最佳化。不过我们就先来参考看看 One Mark IV 在目前版本下的表现吧。因为这集是快速上手，邦尼这边就直接切入重点。邦尼认为这次 One Mark IV 上主要的升级会落在细节保留以及成功率。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在 One Mark III 上其实就有一次比较明显的成功率提升。不过在 One Mark IV 上这颗主镜头整体会比上一代稳定了不少。主要的提升会落在画面的细节保留。从张上可以看到，在画面中心前后两代的表现是比较相近的，但 One Mark IV 还是好上一些。如果看到画面边缘 ，One Mark IV 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大楼上面的看板到底写着什么文字，并且在接下来的这一组，还有这一组当中，几乎每一组的样张都可以看到 One Mark IV 在细节上的保留更好，主要就是受益于这一次算法的升级。注意，邦尼这边说的是主镜头、超广角、长焦，等一下说。在2倍，也就是透过主镜头数位裁接的画面上，也可以看到 One Mark IV 的细节会来得更好。不过，倒是有一个稍微意外的地方，就是这一次 One Mark IV 的主镜头在白平衡上偶尔会有稍微偏红的问题，期待后续 Sony 可以进步更新。接着看到长焦部分，这边再说一次，因为邦尼手上的还是工程版本，目前在长焦端的硬体上还不是最终版，所以大家就以参考为主咯。但邦尼也拍了一些样张给大家参考。直接讲结论 ，One Mark IV 的长焦稳定度会比 One Mark III 来得好，但在目前版本中，则会是 One Mark III 的细节表现来得更好，可能等未来试售版有机会再来测一次。超广角上，两代的表现就比较接近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样张。而在夜拍上 ，Xperia One Mark IV 依旧没有独立的夜景模式选项，不过与先前的机型相同，在低光源下还是会有多张截取的算法。简单来说，就是有夜景模式，但要透过系统侦测以后自动开启。而在夜拍模式之下，就跟各家的夜景模式一样，画面出现截取进度，这个时候拿稳，等待相机截取即可。不过，邦尼还是希望 Sony 可以考虑加入独立的夜景模式，在使用上也会更加弹性。以下邦尼也直接带大家来看样张。夜拍一样直接讲重点，这次 One Mark IV 的主镜头夜拍细节也好上了不少。硬体不是差不多吗？怎么还会有差呢？最大的原因就是 One Mark IV 的夜景模式判断变得积极许多。我们一样先来看样张，这组放大来看。接着这一组我们要放大来看。基本上每一组的夜拍样张都可以看到 One Mark IV 的细节表现都有感提升，而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看这组样张。过去 One Mark III 即便是在已经蛮暗的场景中，依旧还是不太启动截取。而在 One Mark IV 上 ，Sony 无论是夜景或是 HDR 都更加积极，会是这一次比较大的差异。不过在目前邦尼的体验当中 ，One Mark IV 在连拍以及录影下都比较容易遇到高温警示的问题。虽然说相机还是可以持续运作，不过部分的即时处理功能会被关闭。期待后续 Sony 可以进一步最佳化高温警示跳出来的时机。目前实际测量机身温度，其实相较起各家也不算特别高，但是 One Mark IV 的警告依旧是比较保守的。好，这边来个总结，我们先讲主镜头，无论是夜拍的细节表现都有明显提升，但日拍白平衡偶尔会偏红，期待 Sony 后续更新。夜间的细节提升明显，主要是放宽了夜间模式的触发条件，并且 HDR 也更加积极了。主镜头整体的表现，经过这几代的打磨，表现也是不错的。超广角这次提升幅度比较有限，不过应该也是受益于新的算法，细节会更好。长焦比较可惜，目前因为受限于工程机台的长焦硬体还不是最终版，所以在细节表现上 ，One Mark IV 还有一段最佳化空间，就等后续试售版有机会再来测。还是要提醒大家，这期是快速上手，所以更细节的对比、实测等等，未来会慢慢在节目中实测。有兴趣的朋友记得订阅邦尼，就不会错过了。在录影部分。这次 Xperia Mark IV 同样搭载 Cinema Pro， 比较特别的是，稍早在 Xperia Pro I 中登场的 Video Pro 功能，这一次也在 One Mark IV 上支援，并且你一样可以连接 Sony 在 Pro I 时推出的 Vlog 套组，包括副萤幕以及蓝牙手把都可以连接使用。比较特别的是 ，Sony 在这一次 Video Pro 当中加入了直播的选项，可以直接透过 Video Pro 串流 YouTube 进行直播。
并且大家可以看到，在直播的同时，你还可以及时的调整各种数值，并且支援眼部以及即时物件追踪对焦的功能。以下帮你也提供 4K 30fps 录影对比供大家参考。接着，帮你也提供 4K 30fps 之下的防守胜表现供大家参考。顺带一提，先前在 One Mark 2以及 One Mark 3上都有出现的 Full HD 60fps 录影锯齿问题，在 One Mark 4上终于是修正了，并且大家有注意到吗？在 One Mark 4上，录影也可以连续变焦了，不需要先选镜头再进行变焦。Sony 应该是有听到大家的声音了，值得给一个鼓励。最后，大家敲碗很久的 One Mark 4自拍镜头，这一次也提升到了1200万画素，并且支援 4K HDR 录影。大家在猜，应该是 Sony 的工程师终于交到女朋友了吧？接着看到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效能。帮你手上的 Sony Xperia Mark IV 采用的是 Snapdragon 8 Gen 1，搭配12GB 的 RAM 加上256GB 的 ROM。不过小可惜的是，因为帮你手上的 One Mark IV 还是工程版本，目前还没有办法为大家带来进一步的效能测试。后续有机会的话，帮你再把游戏实测的结果提供给大家。续航部分 ，Xperia Mark IV 采用了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支援最高 PD 30瓦的有线快充，也支援去无线充电以及无线电力分享。续航部分一样，后续有机会再来测。而在生物安全辨识上 ，Xperia Mark IV 同样支援大家喜欢的实体指纹辨识，以下帮你也提供简单的实测供大家参考。节目来到了尾声，这集会属于快速评测，帮你真的是拿到机台后就快速的日夜制作以及实测，希望大家看得开心。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好啦，本集节目先到这里。如果你还想看到更多这样的评测内容，记得订阅邦尼 IG、Twitter 追一下，就不会错过更多第一手的消息啦。有什么邦尼还没说到，或是你想知道的，欢迎底下留言。如果喜欢本期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Instagram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